痛 300C 正抹如宝石般深邃，沉稳的蓝是给人安全感满满的颜色。它静谧又可靠，就像万华这片土地。作为台北最早被开发的地区，商贸、信仰、日子都在这里慢慢累积起来。而美食不只是填饱肚子、缓解乡愁的好解药，更是凝聚地方情感、传承在地记忆的新力量。如今 BL10 成了这座旧城的现代代码，但有些老灵魂依旧坚守着。今天，请跟随我的脚步，从捷运龙山4站出发，在这一站的生活半径里，我们一同找回捷运周遭属于万华的老风味。万华旧称 Manga， 为平埔族凯达格兰族语独木舟的意思。在日治时期，因为艋舺的台语发音，还有佛典中日语发音的万华相似，以此得名。清治时期，船靠岸，人下船，艋舺开启了市井繁盛的时代，并与台南府城、彰化鹿港列为3大重要商港。称之为一府、二鹿、三艋舺。现今若万华一词只为地名，则是代表艋舺这一带。在咀嚼中阅读城市历史，在漫步中消化生活压力。大家好，欢迎收看《城市漫游》，我是主持人董晨。每个捷运站都有专属的纪念戳章。这个书上的6角形印记是龙山4站特有特色，因为位在板南线上。所以它的整体会以捷运同色系的蓝色来呈现。图样里面会有著名的龙山寺、国际知名的华西街夜市，还有传来浓浓青草味的西昌街青草巷。接下来咯，我们要来一个科普环节。在2013年之前，台北捷运都是一个路线同一个章。后来因为信义线通车的时候，为了满足集章迷的需求，所以开始推出以各站特色、地标或者是风景不同为图案，并且按路线采用不同形状、墨水颜色来当作印章。最后会在2015年的2月推出全系统各车站的纪念戳章。以前我很常跟朋友一起来万华吃饭，不管是去西门町逛街，或甚至来龙山寺拜拜，甚至到河滨公园骑脚踏车。很久没有来了，其实这次来非常期待，不管是品尝万华的老味道，或甚至来这边散步。这样讲虽然说有点透露年纪，但是这一集真的不得了，因为我们今天来到万华，准备要去品尝几间年纪比我还要来得大，或甚至可能比我爸妈年纪都要来得大的一家子老店。这些老店大部分都非常有文化，非常有历史。跟着我们，跟着镜头，我们一起来一日龙山寺的进食路线。肚子好饿准备大饱口福吧。我们要来今天的第一站，万华的东山水街市场。从龙山寺捷运站走过来，只需要4分钟，交通其实蛮便利。但是各位可以看，它的入口有点小，所以如果你并不是熟门熟路或者是在地的人其实很容易错过这个路口。这个市场在2017年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进行了一些翻新。这个翻新呢，它会把它变成是从原本传统的市场，成为一个有文青调调的市场。逛起来不但是温馨，而且还带了一点点舒适。里面的商贩各式各样，什么都有，不管是吃的、生活用品，或甚至是糕点、甜食、服饰，其实全部都可以找得到。我们在这个里面基本上可以得到所有我们生活应该得到的各式各样的满足。那我们接着下来可以进去开始准备吃我们万华人的第一餐。这个我只能说万华人的早餐真的太狂了。
我们今天来到市场的第一站，金河寿司，它距离市场的入口大概就只需要大概10几秒吧。那我们走过来就可以看到，其实它非常受到当地的食客，然后还有慕名而来的游客的喜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寿司它的店非常特别，不但低调干净，但还带有一点点传统的市场感。所有的师傅他都穿着职人的穿着，而且餐点现点现做，动作非常利落。金河寿司各位可以看它的那个菜单选项其实非常多，不但有寿司，有生鱼片、小菜，然后还有什么沙拉、手卷、什么寿司拼盘面汤其实算是应有尽有。而且我觉得很特别的是，在传统市场，而且要在这么早的时间，譬如说我们今天的第一餐就可以吃到寿司，而且必须要是新鲜的哦，我认为是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情。再来，我觉得超棒的就是它东西超级便宜，各位看一下，来，像什么海胆什么握寿司这类东西，可能甚至一罐才30、50，这个价钱基本上在外面吃不到吧？我看一下我想要生鱼片，然后再来一个综合握寿司、虾手卷，再来一个味噌汤好了。我觉得这样吃应该会饱，而且刚刚老板说他们的分量其实很多，蛮扎实的，迫不及待来试试看。期待已久的餐点终于来了，大家可以看这个生鱼片有多厚，给你们看一下。你看这么一大早可以吃到这么厚的生鱼片，真的不得了哎！而且它的虾子你看上面还有这个，我不行了，我要先吃。这些虾子生鱼片都非常非常的新鲜。它在一早就可以有这么新鲜的东西，我觉得非常非常特别。更何况是它所有的东西其实都非常非常的丰富。大家猜猜，这个只要多少钱？铜板价250元而已。接下来我要来试试看这个握寿司。哇，这个鲑鱼看起来好大片哦，而且很厚。它的米饭很扎实耶，有一些寿司我这样子用筷子一握下去夹下去，它可能就散掉了。这个米超级无敌霹雳扎实，只要沾酱油就可以。我自己先来试试看。这个味噌汤才20元，它料可以这么多，我都怀疑老板可能没有在赚钱。其实我很难喝到20元的味噌汤，它里面有这么多丰富的料。一般的味噌汤可能里面不会有这些东西，就只有可能清汤而已。好，再来我来试试看这个手卷。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手卷它其实海苔是很新鲜的，而且它里面的料非常的丰富。这个咬下去，它有一个脆口感，而且虾它有很丰富的甜味，非常新鲜，鲜味非常非常的重，很喜欢欸。我接下来要来试这个鱼软的寿司，我想要加一点点这个。它的海苔很脆，很新鲜。一口进去，它的鱼卵好像在嘴巴里面会爆炸一样，一颗一颗的，而且超级新鲜。它的甜味大概是我吃过近期最好吃的。而且我觉得这个握寿司非常特别。刚刚我有说那个米饭其实很扎实，但吃起来其实它并不是那种很酸然后很呛的，味道非常平衡。我很喜欢在市场里面吃东西，
在市场吃这些东西啊，会让我觉得有活着的感觉，而且啊，可以看到很多人来人往的人群，甚至是店家正在准备的食物，都会让我觉得很有生活感，所以会让我想到一句话，就是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今年的台式寿司 CP 值超高，很适合附近上班族过来万华走走时，体验万华人朴实无华的早餐。如果你喜欢这种在地老店的日式风格，其实金河寿司真的可以收进口袋名单。这边，我身后啊是有70年历史的洲际肉粥店，它基本上是很多人从小吃到大的古早味美食。我们去点餐喽 ，Let's go。我现在人在店里面，而且这个店啊很特别啊，保留了一些传统的氛围。那这个店啊，我觉得很像以前阿嬷带我来吃饭的那种感觉。它点菜的方式其实非常特别，它可以按照人数来点，它也可以按照价钱来点。譬如说我点50啦，点100啦。它选项其实很多，譬如说红烧肉好了，我可以按照我自己想要的肥跟瘦来去选择。那话不多说，我们就开始点餐吧。今天我想要点鲨鱼烟、红烧肉，然后来一个花枝，然后当然最招牌的这个它的肉粥是一定要的。我的菜终于上了，我要先从这个肉粥开始。各位可以看，它的肉粥里面啊，其实米啊是粒粒分明的。而且啊，它不但有碎肉根，然后还有油葱，而且豆皮，还有一些虾米，它这些味道复合在一起啊，感觉起来就好像茶泡饭吧。它汤跟饭是分离的，那如果一口接一口下去的话，我猜应该会很清爽。果然非常清爽，它的味道啊非常非常的浓郁。接下来下一个，我要来试试看红烧肉。这个红烧肉啊，我觉得非常特别，它的外皮啊是酥的，然后里面啊感觉起来是嫩的。刚刚有说嘛，其实它的那个肥跟瘦啊，可以跟老板啊自己去做挑选，所以呢，我要来试看看。真的很脆耶，超级好吃，果然是台北3大必吃的红烧肉之一，名不虚传。我觉得这个啊吃起来不只有单吃，它搭配这个肉粥，一口一口喝起来，我觉得非常合适。吃了肉粥啊，接下来再吃红烧肉，嘴巴里面的味道会变得不太一样，口感会变得非常非常的丰富。它的外皮啊炸得非常非常的酥，咬起来又有嚼劲，而且它这边有附这个专属的蘸酱。这蘸酱啊，吃起来咸咸辣辣的，我觉得啊，只要配上去啊，基本上是非常非常特别，可以不会让这个红烧肉吃了感觉很腻，它的口感啊又可以变得很丰富。我很喜欢它这个酱我觉得吃这个红烧肉啊，一定要试试这个蘸酱，这个蘸酱超级好吃。接下来啊，我想要来试试看鲨鱼烟。这个鲨鱼烟呢，有淡淡烟熏的味道，而且它的肉质啊，感觉蛮好的，很扎实。我觉得吃下去很特别的是，皮的胶质跟肉的这个软嫩啊，混合在嘴巴里面，这口感堆叠非常非常的特别，配上这种淡淡的烟熏味啊，吃起来非常非常的清爽，而且外面有些鲨鱼烟吃起来会腻，这个吃起来完全不会腻。我来试试看这个花枝。这个花枝啊，
每个看起来都非常新鲜。它夹起来的时候感觉不会粉粉的，我来吃看看，非常的脆。如果可以听到我嘴巴的声音的话，会有那种烤烤烤的声音，非常非常的清爽，甚至不需要沾酱就非常好吃，很甜欸。果然啊，要吃这种传统的老味道，一定要在这种传统的街区、传统的市集才有办法享受到。哦，这4样菜真的是店里的招牌，我认为是非常非常经典的。如果来这间店呢，一定要这样搭配。这就是为什么这间店人会这么多的原因吧？人超级多欸。现在还不知道几点，很早哎，店里全客满哎，这样子吃啊，真的是会让我觉得哇，这个早餐好满足。洲际肉粥店的餐食比较小份，所以可以点很多不同的餐点，价格上也很亲民。这种令人怀念的口感是在地早餐的好选择。来到龙山寺站，真的不能错过。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群人，都很合适。你要考我吗？你要考我吗？我想一下哦。当时曾是木材加工地，进行着剥树皮的作业。B. 当时居民从事与剥兽皮皮革相关的行业。C. 早期地名为北皮寮，因台语发音和剥皮相似，辗转演变而来。我觉得好像3个都对耶，3个应该都是吧？所以3个都对，所以基本上你考我这个对历史一点点研究的人，一点点了解的人，好像算是蛮简单的事情哦。大家好，我是各位的万华带路人 Kevin 施锦耀。那我本身家族在万华已经是第5代人，所以长期在这边做一些文史研究跟推广。那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属于万华的故事。那前面呢，我们的永成主持人就很聪明的也猜到了，就是剥瓢的由来哈。那顺便也跟大家分享属于剥瓢的背景与故事哦。那剥瓢大家会看到这边是一条非常完整的街道，那他们这边有清代的建筑，也有日式的建筑。其中呢，是因为剥瓢这一条路哈，其实往北可以一路走到宜兰，那往另外一头呢，可以一路通到我们的淡水河哈，所以它是一条很重要的贸易古道，叫做淡兰古道的其中一个路段，所以其实是个超重要的贸易道路。可是这贸易道路呢，在日本时代的时候呢，因为日本人当时做马路的修整呢，在旁边修了一条广州街。那广州街出现之后呢，他们的贸易道路就从原本的剥瓢的主干道移到旁边的外面的大马路，所以旁边就出现另外一个是我们的日式建筑。所以你站在剥瓢街道的时候，可以稍微仔细看一下哦，一边是清朝的建筑，一边是日本时代的建筑，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贸易脉络的转移，所以导致建筑的不一样。那第二个呢是剥瓢的名词的由来呢，就是剥皮这件事其实跟它的商业脉络也有一些关联哦，因为它其实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叫法，因为在文献上呢，你会看到在清朝的时候呢，是因为这边真的跟原住民做动物交易，所以有剥兽皮的这个动作，所以当时保留下来剥兽皮这件事。日本时代呢，因为这边开始做木头的贸易，就要先把树皮剥掉，那木头才拿来做贸易，所以第二件事呢，在日本时代这边记载呢，剥树皮这样的动作。好，最后呢，到了近代呢，影响最深的其实是那这边本来只用日文写这边的地名，所以当时在国民政府在询问在地人说这边的地名的时候，他们是用台语称呼这边的地名，那称呼的名称叫做北皮寮，好，因为本名叫北皮寮。那北皮寮这件事的因呢，当时被误翻，被听成叫做剥皮寮，所以你会发现，其实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原因、不同的成因在成为这边的地名，但不变就是剥瓢这条老街区一直伫立在这边，成为台北市一个非常独特的风景。那剥瓢这条古道呢，其实继续往前走，还会遇到万华另外一间最重要的庙宇，就是我们的龙山寺。所以你会发现，龙山寺其实也在这一条贸易的道路上。
而且如果你有机会去龙安寺的话，先注意看龙安寺门口的地板，因为龙安寺门口这些石头呢，其实是所谓的压舱石。那他们是见证早期汉人来渡海来台的时候呢，因为害怕我们的台湾海峡或者以前叫黑水沟的风浪非常大，怕船很容易翻，所以呢会在船舱底下放着一条一条的叫做压舱石的石头来增加船的重量。但船到来到台湾之后呢，当时为了要把货物带出去贸易，所以就把石头移出来。但这些石头因为品质非常好，所以当时就拿来当建材使用。所以龙安寺的庙城呢，就是这些当年清代留下的压舱石，所以它也见证了台湾两岸的贸易发展，也见证了整个龙安寺的起源。龙安寺会有一些所谓外国人的雕刻。那为什么会出现外国人雕刻啊？它其实是因为早期台湾人被荷兰人治理的时候呢，那因为荷兰人对台湾人非常的不好，所以台湾人一直想要推翻他们。但是会发现永远打不赢荷兰人，那怎么办呢？当时人就提出了一个主张说，我们打不赢荷兰人没关系，因为我们是文明比较高的国家，那我们需要做的是教育他们。所以当时的台湾人就把这些外国人的装置呢，就雕刻在庙的角落，通常是在屋檐或者在柱子底下，所以它有一个学名叫憨翻扛顶、红欢梗顶所以就有一个带有一点点歧视的意味，就是说去处罚这些很笨的外国人去扛屋顶，那处罚他们说你要受过教育、受过教化，所以你就会变得比较正常，你就会比较不会欺负我们台湾人，这个就是龙安寺的一个状态那到了现在呢，其实波皮寮跟龙安寺还是有在串联衡寮脉络上，是台北市很重要的一个观光景点，是在看到以前人生活样貌非常重要的一个保存的区域。那龙安寺呢？龙安寺是现在台北市最多观光客来的地方。那你可以想象是在以前汉人来到台北的时候，第一站可能也在龙山寺所以龙安寺一直以来都是在属于欢迎大家进到台北市一个很重要的门面，所以欢迎大家下次来的时候呢，波皮寮跟龙安寺记得可以串在一起，一起来观光，一起来走。那接下来最后呢，我想分享一些很厉害的小吃店，因为刚好在波皮寮跟龙安寺的中间，那也是一家百年老店是我们的川叶肉圆。川叶肉圆呢，其实今年已经116年了，那它其实是我们台北市目前现存最老的肉圆店那除了是百年肉圆店之外呢，它背后还有一个很有趣的脉络因为它是从新竹搬来艋舺这边的，所以它的旧店名叫做新竹肉圆。那顾名思义，它卖的也不是台北的口味，而是所谓的新竹口味的红糟肉圆。所以里面是有用红糟去腌的肉，然后加了红糟酱的一颗红色的肉圆，跟台北常见的肉圆其实不太一样。所以它也见证的是一个族群的迁移，跟一个饮食的迁移，然后跟一个百年饮食在这边保存一个很重要的脉络。那除了我们的肉圆之外呢，一般还会推荐去川叶肉圆，可以喝我们的贡丸汤，因为大家知道贡丸本身也是新竹的技术嘛。但你在看一些资料会发现，好像在川叶肉圆搬到艋舺来之前呢，这边呢好像不太有贡丸汤，所以你可以想象贡丸汤的这件事，尤其是这家百年老店当年从新竹带来了艋舺才出现这样的一个小吃，所以下次来川叶肉圆的时候，可以记得肉圆加贡丸汤两个一起点，才是一个完整的百年套餐。那最后呢，我们就再把我们的主持棒再交给我们的永成主持人喽。来，饭后百步走，活到99，一边慢下步履消消食，一边穿越时空，听着一砖一瓦诉说着往昔，感受脚下震荡的马蹄回响，那是扎根于泥土深处的脉络，正透过岁月与当下的我们对话。人生苦短，再来一碗肉圆啊，就是我们不可或缺的美食之一。基本上啊，一碗会接着一碗，它是停不下来的。我们接下来来到的就是从1910年创立至今，而且已经传承了4代，基本上已经超过100年的川叶肉圆。
那它的川呢，就是指客人川流不息；业呢，是指创始人他的尾名，也就是名字的最后一个字。所以呢，这间店呢才叫川业肉圆。对，谢谢。好，谢谢。基本上啊，店家他提供了2种不同的方式，2种不同的方式，个别是清蒸还有油炸。这个啊，我认为只有小朋友才做选择，我都要，所以我都点了。那基本上它的肉圆啊，是内馅使用了红槽酱腌制的这个温体猪肉，还有配上南投埔里的香菇，以及嘉义的凤尾笋。外层啊是用手工制作的肉圆皮，再淋上咸咸甜甜的红槽酱。那油炸的肉圆呢，我听老板说是先蒸后炸，它基本上属于偏软不油腻，而且它外皮口感很弹性，它的厚薄是适中的。我要来吃第一口试试看，我会先从炸的开始。哇哦！各位应该可以看到，我这个皮啊，这样拉起来，其实它是很有弹性的。我觉得它的肉圆啊，配上这个酱，非常非常特别，而且很好吃哎。它的口感很丰富，感觉起来会像是在嘴巴里面爆炸吧。吃起来完全没有任何的油腻感，不管是微微的酒香啦，或者是笋它适中的酸度，全部都在嘴巴里面，感觉起来一层一层会堆叠。我再来试试看清蒸的。清蒸的皮感觉很特别。我觉得啊，清蒸的啊，很适合那种比较不喜欢重口味、不喜欢油炸的朋友。那如果啊，2个比较起来的话，我会觉得其实清蒸的啊，就只是没有经过炸的手续的肉圆而已，味道上可能淡一点点，但吃起来我觉得都差不多，其实都还蛮好吃的。哇哦，谢谢老板。我们现在啊拿到了一个新的隐藏版。这个隐藏版啊，跟我原本看到这2个肉圆完全不一样啊。它看起来明显啊是更酥、更油炸的。你看这个皮，哇哦，这个完全不同哎。这个皮你看有多薄，说有多薄就有多薄，但是它外面的皮哦超级酥。这真的是隐藏版，多亏老板，我们现在才可以吃到这么特别的东西。而且我刚发现啊，这个酱啊其实超级特别。虽然说它3个酱都一样，但这个酱我觉得我外面啊好像没有吃过这样子的味道。它就是吃起来不是只有咸甜哦，我觉得它非常非常的香，真的是用红槽去做的那种感觉。这个酱啊，就算单吃，我觉得也超级可以。但是啊，我觉得啊，配上这个皮啊，一定会更合适。所以我要夹一块来吃吃看。这个皮真的好酥哦，它很脆耶，就是有那种硬硬脆脆的那种感觉。超好吃。它感觉起来外层啊，就好像是一层酥脆的饼干，嘴巴吃下去会有嚼劲，然后又会带一点那种酥脆感。配上这个酱，基本上它就是完全不会腻口。真的是可以一碗接着一碗。店内环境与疫情期间整修，环境明亮舒适，餐具清洁，而且很贴心，有冷气可以享受。我个人超爱，也超级推荐各位亲自前来享用，一定要点他们隐藏版的酥炸肉圆哦。
我们来到隐藏在西昌街的青草巷。这个青草巷是因为早期基本上医疗会不发达，所以呢，民众会到庙宇来求药签。久而久之呢，这个草药的摊商呢就会聚集在这个地方，所以呢，大家会俗称这个地方叫做救命巷。这个地方其实很特别，当你走进来会看到，旁边其实有很多的药草，所以会扑鼻而来，有那种很重的药草香。而且你只要走进来，到后面会发现墙壁上都会挂一些关于药草的资讯，会能够让你学习，也可以让你知道说，这个地方还保留着以前那种传统的样貌。你看这种样子。基本上就是可以让你能够学习，又能够喝足，又可以闻到香香，能够提振精神的味道的地方。吃饱喝足，我们基本上就要来一杯青草茶。所以呢，我们现在要去买青草茶咯，走吧。我要一杯中杯的3合1百草茶。谢谢。我点了3合1百草茶，然后它上面写说有鱼腥草、无糖青草茶，还有百草茶。我接下来要来喝给大家看。我发现它杯子很特别，它上面也写“草草难了事，尝尝你便知”。我觉得它喝起来很特别。它不像是那种新式的手摇饮料，它很适合边走边喝，然后慢慢品尝。而且它的味道是带有那种淡淡的清香。非常非常特别的是，它虽然有一点点苦，但不会涩，而且很好入喉，非常非常的顺，不会难以下咽。然后我觉得它很适合的场景是像这样子，我们吃了很多东西之后，然后慢慢散步的在街道上，然后一边走一边喝这种感觉，我觉得超棒的。从青草巷走出来，旁边就是大名鼎鼎的龙山寺。放眼望去，皆是前来参拜的信徒，还有观光客，香火非常鼎盛。走在外面就能够感受到信仰还有生活交织的日常。这座庙宇建于1738年，并在1985年被立为国家2级古迹，是台湾重要的信仰中心之一。我们接下来要去梧州街一家开了几10年的老店，虽然隐藏在巷弄，但是它 Google 评论破千则，其实可以算是隐藏版的巷弄美食。我们来去试试看吧。我要一个蛋炒饭跟一个排骨汤。这边是？对，这边有，谢谢。这边就只有9样菜可以选择，
非常简单，很适合那种可能有选择困难症的人。那如果来这边点啊，我看大部分的人啊来这里都会选一个排骨汤，然后另外一个是蛋炒饭。当然，如果你想要吃得更豪华一点，也可以搭配油豆腐啦、卤白菜啊这些经典的台式配菜。我看它的排骨啊，真的超级大块不晓得它吃起来怎么样，但是我这样试，轻轻一拨，它的肉啊就分开了，不会有那种感觉肉不够烂、不够嫩的感觉，而且可以搭配这个咸咸辣辣的这个酱油，吃起来看看，吃起来有肉汁，而且不会很柴，这么大块还可以这么入味，其实我觉得蛮不容易的。这个汤里面啊，除了肉之外，还有萝卜。我发现它的萝卜也炖得超级烂，我只要一夹，它就分开了。有些萝卜啊，它会炖的不是这么入味，然后可能就没这么烂。这个完全不会，咬下去还带有汤汁，会有一点点萝卜的甜味。吃起来我觉得啊，跟排骨搭配起来很清爽。我来试试看这个汤。我觉得这个汤很香果然是隐藏在巷弄内的美食。它很特别的就是这个汤，它完美的融合了排骨还有萝卜的味道，所以让大家能够吃起来，我觉得应该算是非常非常顺口的。难怪每个人来这边点的人都会想要有这样子的搭配。它这边还有蒜头，我刚刚就在猜，它这个蒜头啊，不知道是拿来配肉还是拿来配这个的。我想说，我拿来试着配肉看看。我发现这个不是蒜头，它这个是辣味的腌萝卜。如果喜欢吃辣的，一定会很喜欢这个味道。不管是辣酱油还是辣的腌萝卜，辣味都很够。我发现我刚吃了好多，但这个排骨啊，真的是蛮大块。你看它肉还有这么多，果然是没有偷工减料。重点是它这个汤啊，还可以一直免费续哦。我觉得排骨就是要这样子炖到软嫩的才合格。我来试试看这个蛋炒饭。我觉得它比较像高丽菜饭。我们对于蛋炒饭的印象可能都是粒粒分明的，它比较像是传统那种有加了高丽菜，然后加了红萝卜，所以它会有一些那种湿润、比较黏，但是香气十足的那种味道。如果这样子搭配啊，一个汤一个饭，其实很容易就解决一餐我觉得这个汤是非常非常清爽的，就算夏天喝啊，你完全没问题。它会让人一口接着一口。到了今天的甜点时间，我们现在在的地方啊，就是年纪比我爸妈更大的3618。为什么叫3618呢？因为3乘以6等于18，所以它就叫3618。它是从1942年创立到现在呢已经第4代了。它把店面啊一分为2，基本上一边呢是卖传统糕点，那另外一边呢就是卖甜汤。那今天呢，我就用一个很特别的人气减重冰，还有另外一个黄金麻薯来当做搭配。其实我从来没有吃过减重跟冰的搭配，非常期待。
这样子满满一大碗啊，就只要70元，而且啊，它里面有一整颗的减重汤圆啊、芋圆，然后再配上我觉得很特别的就是黑糖，我不晓得他们吃起来的搭配感觉怎么样，我先试一口看看。我觉得这个吃起来啊，它的黑糖啊，并不是那种很黏腻的黑糖。也不会到超级甜，因为它跟减重里面的碱水搭配，我觉得其实算是综合的蛮好的。我来试试看减重，Q 弹不腻口，端一端的感觉，它咬起来会有那种 QQ 端一端的感觉，超 Q 的，超级 Q 弹。这个里面呢还有芋圆跟汤圆，你看这个芋圆跟汤圆，基本上它给的料啊非常非常的足，而且都很扎实。我来试试看汤圆。汤圆超级 Q 弹。我其实啊很喜欢在冰里面加芋圆，因为我很喜欢它那种 QQ 的口感。很多芋圆啊放在冰里面啊，它就变得很硬很硬。但这个芋圆啊吃起来啊弹牙，但是不粘牙，搭配它的黑糖，我觉得味道恰到好处。这麻糬啊，你看超级 Q 弹。我刚刚坐在这边呢，我就有闻到很浓的麻糬味，配上这个芝麻粉的味道。我一直都觉得这个啊。它是很经典的搭配，我觉得啊，一间店能够传承4代，有它的道理。外面是嫩的，里面是 Q 的，弹牙不腻口，配上这个芝麻，哇，绝配！这样子一整天吃下来啊，最后一个配上这样子的甜点，这搭配太完美了。这样吃起来，我觉得冰的跟温的两个搭配超级合适，而且基本上保留了传统风味，又加上了新创意，我觉得这种都是老店翻新的这种好寓意。我发现啊，它这个麻糬啊，不是单纯只有麻糬而已哦，它里面其实是有包内馅，它的内馅好像是 cheese， 我来试试看。真的是 cheese。我觉得很特别的是，它把这种甜的东西跟有点咸奶香的东西混在一起，一咬开其实会有惊喜到。芝麻的清香配上 cheese 的奶香，我觉得很搭配。再加上这个芝麻跟它这个麻糬的皮配上来啊，很温和，会让人一口接一口。我吃到咸咸的味道了。店铺另一边的台面上摆放着红菇粿、草仔粿、米菇、年糕等各式传统糕点，种类繁多，应有尽有。如今啊，很难在店面看到如此齐全的选择。在离开龙山寺前，不妨带一份糕点还有甜汤回家。正如店家所说，假滴滴，粿好哩，圆满一世情。今天我们一路上吃吃喝喝了6间店，每道料理都是老板对味道的用心与坚持，也让我们明白美食能成为一种疗愈，坚持也是一种幸福。艋舺，艋舺，众生落脚；万华，万华，万年繁华。这里美食老店林立，历史古迹交织，不仅是饕客觅食的好去处，更藏着一份独有的旧都心式烟火气。这一期的一日龙山4站慢食路线就先告一段落啦。每一次啊拍美食节目，我其实都一直在提醒自己要缩小腹，要缩小腹，要缩小腹。一次性品尝这么多美食啊，其实真的有点害羞，感觉起来肚子好像有点羞于见人。但是啊，真的是心里享受，肚子享受。真的，万华不愧是台北最老的街区，它不管经历岁月多少的风霜，其实它的空气啊依旧飘香了很多。不管是文化、历史，甚至是食物的味道，100年的味道就是这么迷人。不管进入口腔、进入鼻腔，它其实都能让人回味无穷。那我们今天的餐点啊，其实我觉得都非常美味，但最让我喜欢的啊，就是最后的甜点，还有周记肉粥店。我很喜欢那种传统的美食，把它做得很深化，或者是很旧的那种
街区呈现了一种新旧交杂的食物，这对我来说会留下很多很像历史的痕迹吧。不管是我们吃完饭之后一边散步一边消化，一边看看街区留下历史的这些痕迹，我觉得都是一种在城市寻宝的感觉。假设啊还有机会让我再来一次，我一定会沿着今天的路线再去吃一样的食物。其实现在我就算处在公园，都还是可以闻到那种食物香香的味道，非常特别。食在当地，玩在当下。我是永成，诚实漫游，我们下星期同时段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我是万华带路人 Kevin 施景耀，我又回来了因为我自己还有另外一个专业叫万华100万，所以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些万华在地的厉害的小吃。那第一家呢，我想跟大家推荐金好吃花枝羹。那这一家呢是祖传了3代，也是很多老万华人都知道，从万华车站前面起家的小吃店。那他们家最大的特色呢，就是他们家的花枝羹 size 非常的大那是外面的2倍大到3倍大都有，而且几乎没有果鱼浆，是整个花枝去厚切，所以可以让人吃的非常满足，非常快乐。那第二家呢，想跟大家推荐呢，在我们东山水市场里面是我们的万味福利社。那万味福利社呢，其实第一个是它的背景就很有趣，因为它是由4家万华在地的老板共同创业，包含我们的蒙甲大丰、我们的协鑫蛋业、我们的林博火锅跟我们的私木咖啡4个在地的老板呢，在合组起来，然后去开了一家关东煮店。所以你看他们有4家的专业，鱼丸是鱼丸店做的，汤头是火锅店做的，蛋料理呢就是协鑫，最后呢它的设计跟饮料呢是我们的咖啡店，所以有4种各种万华的专业凑在一起，一家很有趣的店。那最后呢是和平西路上是我们的淡蓝曙光。那曙光呢虽然是咖啡厅，其实它的老板常常都会去设计很多很有趣的咸食，大概每一季会换一次，就是他这是煮什么就会卖什么。那他的咸食都很受大家欢迎，像他之前有卖过咖喱饭、汉堡排、意大利面，这些其实料理都不错。那也是蛮多人去喝咖啡的同时，就会去期待一下它的咸食。所以以上这3家店呢，包含金好吃、万味福利社跟淡蓝曙光，也都在波瓢跟龙南市附近，所以也特别想要推荐给大家